小孩，堂弟，你弟，好气！海军给你的，拿走。いいね。本当にいいことだね。ちょっと味わって。是。いいね。小孩，吐出来。堂弟，你弟，好气！どうして？分かった。フグを敵にするのだね。バカなやつ。来て！爸爸，爸爸，你爸爸，爸爸，少日本，入少日本。我在北平见过副总司令。行了，哼，还副总司令呢，狗屁，千古罪人。现在想想你先前说的话，有道理啊。我说啥了？背后都是交易。聪明了啊，有长进啊，进步了。可张大帅是让日本人给杀死的，这也是交易吗？好了，不说那些了，说说你自个儿的事吧。假如我投靠你的，说啥呢？假如我投靠你，就等这句话。哈哈哈哈！我说过，在地上你玩不过我。皆さん、中国には普天のもと王道にあらざなく、騒動の日王子にあらざなくという古い言葉があるだろう。中国有句古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居准之者，莫非王臣。”満州全土はもうすぐ日本の領土になるとお前も間もなくわかるはずだ。你们马上就会看到，满洲的每块土地都将划入大日本的国土。今からお前は空軍の臣民だ。空軍は仁愛の政策を施してやる。お前は天皇の恩恵を受けて新しい生活を始めるのだ。皇军一贯奉行仁爱政策，你们将沐浴皇军的恩泽，开始新的生活。太君，ただし一点だけ注意しておく。空軍は雨だけでなく冗談も持っている。那我要提醒你们，皇军手里不光有糖，还有子弹。任何企图与皇军作对的人，都会遭到严厉的惩戒。太君，太君就说这些，大家都给我记住了。準備しろ。注意して。着しろ。我想上天。啊，好，好，我当航空主任，大队长归你。你有多少飞机？
连使带尿加起来一共9架，4架战斗机，其他都是运输机。那我要当上大队长，我可得说了算。那得分什么事儿。你看，你要是开着飞机跟日本人火拼去，指定不行。是你不行啊，还是你们韩长官不行？哎呀，就算我行，韩复榘肯定不行啊。他是个老滑头、老油条，人家就想做山东的土皇帝，哪有心思抗日啊？要是日本人干到山东来呢？哎呀，要是小日本打到山东，那就来一个阻击战，弄几个日本人尸体往那一摆，跟国人一交代，不就撒丫子了吗？你们这帮啊，也就是个混吃等死的货。哎，干啥去啊？干啥？酒没了。我以为你要走呢。我告诉你啊，我这儿可不要混吃等死的人啊，咱得干事儿。你连鬼子都不杀，你能干啥？跟你说啊，我这儿呢刚来了一条船，船上有23个大箱子，知道箱子里装的啥吗？你还说不说？就装着你天天配的那个，噗噗噗噗，还有子弹。其中8箱香港人接货，运往江西。你跟他们也有瓜葛。 15箱运往南京呢。阴阳脸儿啊，这边是共产主义，这边是三民主义，是不是？哎呀，咋又来了？我听这主义就头疼嘛。我是袁大头主义，我是做生意的，谁给钱我为谁服务。哼，绑在一块干吧。干啥？给你开运输机啊？不行，你得上天开战斗机。你在天上，我心里有底。哎，我在天上拿命帮你挣钱，是不是？哎，我发现你这话怎么这么说呢？我那么黑吗？我6你4。等这个生意做好了，你赚的钱够好活你好几辈子了。张学良必须下野！张学良必须下野！誓死不做亡国奴！誓死不做亡国奴！中国人民解放军！张学良必须下野！张学良必须下野！誓死不做亡国奴！誓死不做亡国奴！中国人民解放军！张学良必须下野！张学良必须下野！干啥呢？这是？成天不消停。我就发现吧，你这脑袋瓜子肯定让砖头子削过。我是怕对不起父老乡亲，对不起我自己。那你就不怕错过历史的最好时机呀？把话给我说明白了。生逢乱世，内战不止，再加上强敌入侵，于别人来说呢，老绝望了；那对我来说呢，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好好谢谢这个小日本子。你他妈疯了！你不知道，国际军火商已经盯上中国市场了。只要小日本子打下去，那我就能赚个缸满、盆满、盘满、碗满，连勺子都得满喽。我看你是巴不得日本人把全中国给占了，你好踏踏实实的当这个亡国奴。当不当亡国奴，你说了算？我说了算？那你得问老蒋，问问共产党，咱俩谁说了都不算。停车！干啥呀？你不是吃面去吗？哎！上哪儿啊？去南京。你去南京能干啥？我去南京找架飞机。你找架飞机就能打日本人呀？你不试试你怎么知道？你吃错药了，无可救药你就。我没见过你是好人，我也没见过你这好人。
俺俩朋友一场啊。你去南京可以，南京总署的毛帮初是我朋友，我写封信你带着。用不着，我有个同窗叫李桂东，也在检调中央航校做事。你好自为之吧。啊。大哥，我们关门了。来一斤白酒，再随便上点菜。关门了都。我可以多给钱。老板，你咋整啊？听口音，先生是关内的，吉林通话的。是逃难的吧？算是吧，反正回不去家了。我先回去了啊，这里你照看着点。行行哎行，先生慢用啊。大哥，我也逃难的。哪儿人呢？哎，锦州的。唬我呢？听你口音就知道你是奉天的。哎呀，很厉害的。我吧，东北军的，说出来怕丢人，不好意思。奉天哪个部队的？北大营637团的。你们旅长叫王以哲，外号王三角。哎呀，我们旅长外号你咋知道的呀？我原来是飞鹰队的。别往外说啊，丢人。你是当官的吧？中校教官。长官尽管吩咐。叫啥呀？报告长官，我叫任逍遥。这名儿挺狂啊。坐下，陪我喝会儿酒。这不行，我伙计老板不让啊。长官的话你也不听，整个碗。是。听说你们旅都撤到关内来了。就2个团，有一个团一半都走散了，这都开小差的。你也是开小差的吧？哎呀，不瞒长官呐，上面不抵抗啊，底下弟兄们伤心了，你知道吗？918那天你干啥呢？小日本吧，把那个电话给切断了吗？上面也没撤退命令，我们就在北大营待着呗。放枪了吗？放了，放贼多枪，我就打死一个。这么笨？我是做饭的，打枪我不行。那后来呢？后来呢，传令兵来了，说让撤，不抵抗，完我不走，旅长扇我袋贴子。他他妈凭啥扇你？凭啥？别提了，我等着。站起来！是。我现在代表你们旅长，授予你一枚银色勋章。谢长官。吕训还记得？记得，我们每晚都搞旅训。好，我现在给你主持旅训。长官，你有点多了吧？你的父母是啥人？是老百姓。兄弟姐妹呢？是老百姓。穿的衣裳哪儿来的？老百姓哪儿来的？吃的粮食？也是老百姓哪儿来的？往下杀的人？
完了，你们和老百姓，哦，对，你们和老百姓是骨肉相连，该咋待他们？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爱护他们，保护他们。你跟我扯犊子呢？啊？你搁这猫着，咋爱护他们、保护他们、照顾他们？任逍遥，到。把高志恒拉出去毙了。长官，寇志恒谁呀？高志恒是王八蛋。重复一遍。是。高志恒是王八蛋。嗯。再重复一遍。高志恒是王八蛋。大声点儿。高志恒是王八蛋。你这是干什么呢？看看东北还剩多大点地方。东北沦陷图。你这么说不太好听，应该是说东北收复失地图。这话要是张学良说的就好了。你这么说不太合适啊。上头呢有不抵抗的训令，军人嘛，依服从命令为天职。那就是你们那少帅的无能了。你这么说有点不公平啊！我是觉得张少帅他有自己的苦衷。本来嘛，这打仗不能成匹夫之勇啊，应该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可是南京政府呢，说攘外必先安内，所以这仗不太好打呀。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你这是在为张学良不抵抗的行为辩护。我干嘛要替他辩护？因为你是东北人，我听出来了。那这东北也不仅仅是东北人的东北吧？可东北是被你们东北人丢的。好，我这个东北人洗耳恭听。要我说，中国坏就坏在私兵制，大大小小的军阀都把手里的兵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张学良也不例外，口口声声说要举国之力，实际上呢，就是打自己的小算盘，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你说的有点意思。冒昧的问一句，你是干嘛的？先前做什么已经不重要了，现在只是个难民，想去南京找点事做。那你会什么呀？除了开飞机，别的啥也不会。你还会开飞机呢？哎，我爸有一朋友是航空公司的二老板，没准啊还能帮上你呢。谢谢。不过我现在最想开的是战斗机。你28号能去南京吗？有事吗？我约了2所大学的人，去南京市政府搞示威游行。游行？你来吧。如果我在南京的话，我一定去。啊。好啊。你是不是简谱啊？啊。给你看，看你能不能唱。是这调吧？我的家
在东北松，松在东。哎，你帮我看一下东西啊，我去一下。行。我的家，森林美来，给您看一下。来，给您看一下。给您。姑娘，姑娘，姑娘，啊？是我。姑娘，我不会看谱，你教我唱一下呗。啊？嗯。啦啦啦。哎，还怎么唱啊？哎，你在教我呀，姑娘。哎。哎，站住！你站住！哎，谁让你乱跑了？来来来，座位在这儿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在火车上别到处乱跑。来，都给我来拿。哎，劳驾，借过一下啊。来，让一让，让一让。走吧。靠边，靠边，靠边！哎，在哪儿啊？急死我了都！什么时候把你嘴挤扁了，天下就太平了？让一让，让一让，楼长，楼长，救他！追！抓住他！哎，注意好！让一让！让一让！站住！让一让！站住！别跑！让一让！谁呀？是哪儿的？出事了！快走！这什么情况？哎，对，这，你从这儿跑啊！你叫什么？叶荣人。再见啊！站住！别跑！哎，我说，啊，跑什么跑？你谁呀？刚才那人呢？你要不追我，我就不跑了。再说了，你一下问我这么多问题，我先回答你哪个？这东西是不是你的？是不是啊？还真不是。站好！哎，贵东，贵东！这咋回事啊？中央军你没敢堵是不是啊？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不是啊？愣着干嘛呀？滚！还不给我滚！这！哎，刚才那女的谁呀？怎么的了？啊，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这位是咱们东北老乡吴海文。
辽宁瓦房店人。你好，你好。真没想到我们在南京相见啊！是啊，民国8年的时候，我进了飞鹰队，你考上了中央航校，完了我去了法国，你去了日本，这一晃该有6、7年了。物是人非啊！来，我看一看，没啥变化呀，啊，就个高了一点。哎呀，东北的变化可就大了，就在一夜之间。是，东北军这回啊，脸可丢大了。中央军没好到哪儿去，小鬼子进来都快3个月了。老蒋怎么着？整天就知道跑国联，国联是谁呀？咱爹呀！啊！哎，我说桂东，以前你可是说话挺谨慎的一个人啊，现在咋的了？当我面敢说委员长的事儿？咱不是家里人吗？跟外人我也不敢。啊，这话我爱听。哎，走，今天我做豆，为你接风啊！我有2位小兄弟一直想见你啊。队长，哎，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2位小兄弟，刘启刚。你好，我也东北的，叫大刚子。沈以勤。你好，你好，这位就是你们一直想见的高志航。什么一直想见？久闻高教官大名了，来，受小弟一拜，介绍，坐。哎，我说桂东啊，你是知道我有日子没吃饱饭呢啊？上座都一样。贵宾啊，咱东北人就好这口。下一声菜啊。怎么样？一看就是饿了啊。两天没请你吃饭。其实啊，我们很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我们这儿有个日本教官叫藤野轮宽的，经常提起你。这个藤野龙宽他人怎么样？那哥们儿飞行技术老好了。对啊，我是问他对918什么看法。他不提，我们也不敢问。对，人家毕竟是总署请来的教官呐。来，到马上。好，进来。姐夫，最新的公文请过目。工作地方，请能乱叫，没大没小。是，总队长。报告。进来，总队长，藤野教官来了，请他进来吧。我先出去了。奉命觐见总队长。啊，藤野先生，请坐。这。藤野先生，请你来，想跟你打听个人。东北军飞鹰队的高志航。不知道阁下为何知道我认识这个人呢？私底下就不说了。你在讲课时不下5次提到此人。可是我记得我在讲课的时候，阁下您并没有在场，还有我递上的讲义也没有他的名字。莫非阁下，你们对我的整个教学都做了监控吗？藤野先生，你多虑了。中日虽然有战事，这与先生无关啊。再说，我们对你的讲学一直是很满意的。阁下您能这么说，我就放心多了。啊，对了，不知道您打听高志航这个人是何用意呢？此人正在南京，他想投靠总署某个差事。我和他有过一面之交，以我的判断，此人当属中国空军的佼佼者。藤野先生过于褒奖了吧？这东北乃闭塞之地，中国的各路人才在两河流域、长江以南。我听说此人的腿有点毛病啊。阁下，
我可以拿我教官的名义做担保，这里完全可以胜任飞行员。正好啊，你的事儿啊，我跟总队长举荐过2次。他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对，你告诉他我没别的要求啊，只要能让我开飞机上天，打鬼子，当一普通飞行员都行。是，你不知道啊，毛帮处这个人啊，疑心非常重。他觉得你从东北来南京是没饭吃了，来到这儿来找饭碗。要真为了碗饭吃，我至于来南京吗？啊，从北平过来多远呢？郑航，你不知道，我人微言轻啊，他根本不把我们底下人放在眼里。那他眼里有谁啊？除了蒋委员长，除了蒋夫人，没别人了。哎，我要是委托张少帅给我写封亲笔信递到蒋夫人那儿，是不是他就认了？哎，那还真不得了。啊，这个宋美龄啊，是航空委员会的秘书长。啊，队长，他要说句话，来玩。拉驴车的，他都能让他开飞机。没错。不久前发生的9·18事变，让我们蒙受了奇耻大辱。有些不明真相的国人，趁机攻击蒋委员长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说东北沦陷是委员长的罪过，这是荒谬的。我可以告诉在座的诸位，我2次奉委员长之命前往美国，一次是耗费巨资购买航空器材以壮过空军，一次是以中国总播音员的身份到美国各城市巡回演讲，揭露日本的野心和暴行。我在美国国会是这样跟美国人说的：你作为全世界第1等列强，坐看日本这样的残杀和迫害，惊无一言，能算是人道吗？能算是崇尚人权、信仰基督吗？我可以非常欣慰地告诉大家，国联已经决定组成多国调查组来华调查日军的暴行，这意味着日军侵华的行动将受到遏制。哎，不会又要去派我们剿灭共匪吧？和飞机一直有隔呢，什么都有可能。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我跟我哥现在基本上跟仇人一样。我妈给我写信，说我哥每次给家里来信，都要在信上臭骂我一顿。我案头上摆放的都是有关航空的知识，还有我胸前佩戴的这枚金色、银色组成的中国空军军徽，这些都足以表达我的心声。我们第3次剿匪的时候，要不再享受外敌之凌辱，必须现在建立自己的是营长。空军。中国空军至高无上，我爱中国空军，我爱你们。下面，我宣布秘书长的训令。你说这飞机又不长为眼睛，了壮大我们空军，这万一我哥要是死在航空我手里，委员会将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包括愿意来华的美国人。同时，对我们空军内部的舞弊者，一旦查实，不管是谁，立即处以极刑。长官，能占用您1分钟吗？就是搞这样的事情，你过于热心了。你刚刚讲过，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不拘一格不假，但是也不能靠这个立帮派搞团伙。我不明白长官的意思。总队早就有东北帮之说，聚在一起没有别的，全是9·18。我最讨厌这个。要是张学良将军举荐呢？你没有说过这个。高志航临来南京之前，曾经在东北见过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表示可以修书一封，让他直接面呈蒋夫人。你告诉高志航，明天上午9点，我召见他。是。この戦闘機俺は好きだぜ。
报告，进来。东北军飞鹰队中校教官高志航奉命前来报告。你们东北军里的人说，你还有个绰号，高瘸子。右腿受过伤，稍微有点瘸，但不至于离倒歪斜的。要是那样，也不敢来见你了。啊，那走两步我看看。哎，好好。我要是不说，你一定看不出来。想来南京求职，不敢有太多的奢望，能开上飞机就行。啊，你的情况，李桂东都跟我说了，还有你的证书、证件，我也亲自过目了。按理说呢，招空军需要履行严格的手续，但鉴于国家危难时期，也急于扩大空军，像你这样的败军之余孽，我全当人才吸收了。请长官赐教，何为败军之余孽？那要问你自己啦。918当初，日本关东军才区3万人，可没有多久，就把几十万的东北军赶到了关内。这种败军之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再请教长官，上头不让抵抗，我区一个教官，该干些啥呀？我很看重气节，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为保全军人的气节，你应该自杀，而不是来南京。谢长官赐教。不过长官，我的小命虽然不值钱，但是我还是想留给日本人。这是我的请战书。待到中日开战那天，长官可以第一个把我派上去。这个不是鸡血吧？说不定。我很讨厌你们东北人，动不动就打回东北去。在你们眼里，就一个东北吗？眼下最要紧的是剿灭共匪，即领袖所急。至于何时打回东北，那是委员长的事情，与你无关。可我一家老小都在东北，不能说与我无关。无关。军人应该服从领袖的意志。是。跟你提一个人，徐峥，你认识吗？认识。啊，那你在那边都飞什么机型啊？东北军的所有机型我都飞过。好，我通知你，你明天可以正式报到，分在驱逐机2中队。谢长官。啊。不过你的军衔要降啊，从中校降到中尉，有意见吗？我乃败军之余孽，长官能收留我，已经是感激不尽了。哈哈，明白才好啊。格里尔，从奉天到北平，又辗转到南京，这一路我走了3个多月。路上所见多是民怨沸腾，张学良已是千夫所指，而吾等之部属亦被辱为败军之余孽。好在我已被南京中央空军收留，欣欣然以为终会等到雪耻的那一天。今后的儿子将永属全中华民族所有，仅献上这点头发，路上表表身体所见发肤，都是民怨沸腾。张学良已是千夫所指，而吾等之部属已被辱为败军之余孽。
好在我已经南京中央空军收留。新兴人以为终会等到雪耻的那一天，今后的儿子将有属全中华民族的所有。颈线上这一件头发，聊表身体发肤，受着父母的效力。信上没说去南京干啥呀？还是开飞机。你说，人这一辈子在地上多好，我就不明白，他为啥非要在天上？天上有啥好的？连个唠嗑的都没有。队长啊，你看谁来了？谁啊？藤野教官，学生高志航，正式报道。不敢当。哎，不公平啊！藤野教官啊，同样都是学生，你对他怎么那么客气呢？哎，季寒君当时是个教官，我一向以为同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英雄相惜”吧，我们就是这种关系。咱们这样，今天这个同乡会呢，咱们就全当是给高志航接风了，行吧？好，来，大高，走，快点，别磨磨唧唧的。没看你们俩上街，从哪儿搞来的？啊？食堂。哎，对了啊，说食堂的事儿，今天可好玩了。哎，沈以勤呢？这不周末吗？啊，上街了。那啥，那个，哎，四川怎么说了？去耍女朋友，耍女朋友去了。你俩呀，别老光顾着自己说话。藤野教官，来，教官，坐。啊，不敢当。那个今天呢，应该算是你们东北的同乡会，所以这个场合呢，我猜也不太合适。见外了吗？你也是从东北过来的，也算我们老乡。来，坐，来。哎，我说，还是请季寒君上座吧。哎，别，论官阶论资历我都不如你，你坐那儿最好，我坐这儿挺合适啊。藤野教官，请坐。可是论官阶，你应该是校级军官了。如果消息我没有打听错的话，你来这儿之前已经是飞鹰队副大队长了。没听说过呀。这事儿你咋知道的？你别忘了，我以前跟你说过，我对你的消息一向都很有兴趣。不过那只是张学良将军口头授命的，没过2天就是918，所以任命无效。我现在只是国军的中尉飞行员。身为日本军人的我，在这边感到非常内疚、不安，还有抱歉。哎，藤野教官，哎呀，你说你千万别介意，你是我们请来的教官，算我们的人。哥，就你自己吧。我跟红军营长见面，还敢叫外人？你不要命，我还要脑袋呢。你也可以逼告我，我这个脑袋怎么也值1万大洋啊！你要这么说话，我现在就……哎，跟你开玩笑。真香啊！有7、8年没吃到水煮鱼了。这个饭店的厨子是咱们自贡的，做一手好川菜。边吃边做，我在这儿最多能待30分钟。长高了，也比过去壮实了。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这要走在大街上啊，我一定不敢认你。托你们委员长的福，最近1年，你们搞了2次大围剿，苏区几乎是弹尽粮绝。不瞒你说，这半年
我几乎顿顿吃野菜了。别说是水煮鱼，能喝上南瓜汤，就算是最好的了。你活该，谁让你是共匪？共匪别人可以说，你不能说。我就说，我又不是第一次说，你们就是共匪。你哥不是从前的大哥了，脾气很坏的。那你能怎么着呀？这杭州是我们的地盘，只要我愿意，敢对我怎么样？你别逼我啊！你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来找我，你这是侮辱我，你知道吗？我也没让你给我准备水煮鱼啊。我这是看在妈的份上，我告诉你，我还预备了这个呢。跟红军营长搞这个，你那个不行。最新款的勃朗宁，知道怎么来的吗？是从你们团的一个团长手里缴获的。国军在我眼里是这个，你刚出校门，连这个都不是。小子，别闹，里面有子弹。谁跟你闹？我现在是以一个国军少尉的身份跟你说话，站起来，站起来！你压根儿就看不起我是吧？别胡来，我是你哥。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现在是以国军少尉飞行员的身份跟你讲话。少尉，想怎么处置我呀？你听着，你以后别用红军营长的口气跟我说话，我他妈烦！你笑什么笑？你手哆嗦什么？你激我是吧？来呀，开枪吧！我要是眨一下眼，就不是你哥。怎么回事啊？我枪走火了，你们都出去。小子，你玩真的？我要是玩真的，你早就没命了。没想到见面是这个样子。果たしていつの日か。这是藤野背后的故事。他在昭和2年的夏天离开了北海道，并和恋人约定了结婚的日子。可是满洲开战后，他的恋人托人捎信给他说，为了日本开疆扩土，他无怨无悔地加入了慰安妇的行列。藤野的脸上从此就有了似乎永远也化不开的忧郁和悲情。对不起，最近我听到一个可靠的消息，是有关他的。听说他正在日本接受慰安妇的训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很有可能在中国会见到面。我问你，如果咱俩真在战场上见了，你会开枪打我吗？
知道，你肯定会。你也会的。刚才你就……好了，不谈这个了。这次我来是跟你打听个人，孙永堂，你大学的同学。26军参谋长赵博生的副官。没错，就这个人。他跟赵参谋长来杭州疗养，你能为我引荐一下吗？不是，你见他干嘛呀？你没必要知道那么多。你不是来投考国军的吧？报纸上说，你们红军开小差的特别多。不完全是宣传，的确有开小差的。你这不是开小差，你这是叛变。你不一直希望我叛变吗？那是以前。自从东北沦陷以后，我对中央军很失望。怎么说呢？我对红军也很失望。红军走到今天，没有什么前途了。国军第4次大围剿很快就要到来。用你们蒋委员长的话说，共匪就是瓮中之鳖。哥，你说你当年是那么痴情的一个革命者，你给我推荐的那本《共产党宣言》，我是逐行逐句的读过。我不骗你，那个时候我差一点就被你给吸引到你们那边去了。虽然那个时候我们为这件事儿经常打架，但是说真的，我从心底里边特佩服你。我就在想啊，你看都是当兵啊，一样打仗玩命，你的精气神儿还得永远比我好。你说你这过来吧，咱俩倒是不用打了，可是我偶像也没有。你们干啥呀？别总喝闷酒啊！哎，来喝酒。这样，我给你们来个东北小调怎么样？啊？哎，好，那小伙啊，鼓掌啊！来，哎，走。异乡里春月桂花香啊，樱桃小口欢乐的地方。哎，行了，你把嘴闭上。呼啦啦啦！对，干啥玩意儿啊？上回我跟桂彤接你的时候，你在车上唱的那个特带劲儿的那个歌，你能给咱们唱一遍？对，志豪，对，你给我们唱一个，来。没事，来，倒点酒。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美光，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教官。对不起，藤野教官，哥几个今天情绪不对，不过和你没有关系。贵东，你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我知道，我也能理解。我自己很清楚里面的兄弟，包括高志航，他们的心里面在想些什么。我先走了。真不该叫你来。什么？我是说，我今天就不该叫你过来。可今天要是我不来，你就会去坐牢啊？坐牢又怎么样？如果说因为你坐牢可以改变当今社会的局势，那我向你道歉。小时候，我妈让我出门打酱油。这出门前呢，总会提醒我，说打酱油啊，别卖单儿，卖单儿它惹事儿。每个人都像你那么麻木，中国早就完了。你看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当局希望我们打酱油，但是别卖单儿，别惹事儿。我不这么认为。现在已经是民国了，国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有财产。而且这次活动我是联系人，本来和北平的同学说好了。生死与共，哪怕坐进监狱，可我现在却是个逃兵。不过恕我直言啊，你们这么做是无谓的牺牲。你凭什么这么说？因为你们斗不过政府。我不这么认为。一个沉睡的民族是需要被唤醒的。虽然我们手无寸铁，但是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我们可以用自己的行为来唤醒400万同胞的觉醒。我有那么好笑吗？我没笑啊。谁笑你问谁去。行，我帮你问。车来了，我该走了。好自为之，坚强的女战士。我记得我年少的时候，就对航空
发生了兴趣。空战对我来说更像是一门艺术。当然，我不得不补充一句，这是一门残酷的艺术。我有一次试图将一场空战中的飞行轨迹复复原状，结果你们知道吗？出现的是一幅奇美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几何图形。这个图形每个微小的变化都凝结着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找出空战的奥秘。可是，这节课与空战艺术无关。我讲空战中的道德，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一课的讲义莫名其妙的不见了，被日本海军省给封杀了。我只有拿到中国来讲，你们看，就是这一课。但是我真要讲的时候，我又犹豫了，因为我现在所任职的军队正在进犯着你们的东北。你们说，我还有面对大家的勇气吗？如果你们认为这节课没必要讲下去的话，请你们举手表决，我会尊重你们的。讲吧，讲。关田，お前はどこの出身だ？私は上海生まれです。小さい時、父と日本に行って、18歳の時、日本軍に入隊、天皇に尽くしたい。お前も山本民族の一員だ。俺がどうして東北から来たかわかるか？わかりませんが、ご指示ください。俺は一日早くも天皇陛下にこの南京の景色を見せてやりたい。战争与人类的演进伴生着，而往往带给人类永远的噩梦。所幸的是，还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在我看来，最后的胜利者终归是正义一方。这是因为战争是极其残酷的，从事战争的人若是没有崇高的道德感，他们将很难支撑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孙子兵法》把道放在了第一位。中国先者说，得道者多助，失道寡助。藤野教官，是。能不能请你就刚才的问题，对东北战事做一个前景预测？我的意思是说，日本会不会在东北止步？对不起，我不是日本内阁从议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我回答不了你。我这儿有份报纸，美国记者是这么写的：日本首相田中义在东方会议上是这么说的：欲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想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洲。坐下，我真不敢相信，这太愚蠢了，也太可怕了。假如首相真的这么说，满洲的事态还将扩大。我只能说，这是动员全中国和全世界同日本作战，啊！至于前景会怎么样，你们比我还清楚呢。
还需要我去告诉你们吗？太荒谬了！你上个星期做什么去了？报告总队长，我请假去了杭州。啊，去杭州做什么？我妈信佛，让我去灵隐寺帮她许个愿。许什么愿了？委员长亲自率兵打回东北，救民于水火。你妈是乡野之人，能说出这种话来吗？这话是我石头玩的，我妈原话忒难听了。讲给我听听。我妈让我问问菩萨，国军手里拿的是枪啊，还是烧火棍啊？啊，后来又去了哪里啊？回来了。我不喜欢撒谎，你仔细看看，你都登报了。是我回来的时候坐错车了，一下子稀里糊涂干到南京去了。完了碰上学生游行，你也知道，他们是为了918上的街。像我这种败军之余孽，心情你能理解吧？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爱国行为。这是反政府行为。委员长对这次游行事件很恼火，他说肯定背后有共产党的支持。告诉我，之前有谁跟你联系过？你在犹豫啊？南京政府啊，这次已经在调查此事，你还是说出来吧，说不定这次你还能立功呢。总队长，这事儿纯属巧合。您要是认为我错了，可以处罚我。念你初来驾到，我就不深究了。不过我这次要杀猴给鸡看，我没有说错。别人是要杀鸡给猴看，我呢是要杀猴给鸡看。你就是猴啊！那鸡是谁？哼，你们东北那帮老乡啊！总队决定停飞你3个月，你呀要好好反省反省。嗯，是。去吧。这2天咋总查铺呢？出大事了！啥大事？天大的事儿！别问了，问了我也不会说。至于吗？赶紧的。你真没听说什么事儿？哎呀，你都跟我藏着掖着，谁能跟我说呀？知道赵博生吗？
26路军的参谋长。就是他。伙同7日3旅旅长董振堂率领17000人马一杆子撂了。撂了？撂了。撂哪儿去了？江西。哪儿呢？跑着呢。军工吗？回去找，快！你是来一半不难受是不是？不要让他看见。我也是听说的，说他们事先开了个旅团长聚餐会，等救助饭饱之后啊，赵博生开始放话了，说诸位兄弟，我们26路军本来是驻守河北的，可是蒋介石放在日本不打，非把我们调到江西剿匪。我心里这个窝气呀！都是兄弟们，我想拉杆子，投共党打日本，愿意跟我去的举手。哎，徐上也没人接着说，冷呗。有人举手，有人不举手。完了呢？赵博生说，凡是举手的，到这边来，就说门一脚把踹开了。宪兵队端枪进来了，把那些没举手的全都用枪给突了。漂亮，啥玩意儿？啥漂亮？这活干得漂亮啊！你说说，他在老蒋眼皮子底下拉出去1万多人呢。我瞧你这意思，你是同情赵博生是不是？也谈不上。我跟你说，赵博生这小子不仗义，老蒋待他不薄啊。这小子原先是冯玉祥的人，是老蒋给他提拔起来的。那他是有点不忠不孝，论罪当斩。不过，中国有句古话，叫“贤臣择明君而事”。你说说，咱委员长也总不抗日，这拢不出队伍啊！我跟你说，说的就是啊。哎，这事千万别张扬出去啊！南京严密封锁了消息，不让见报的。回去睡觉吧，快！我再问你个事，前2天从咱这儿飞出去10来架飞机，是为支持而报？那是为了配合地面部队拦截26路军。哎，你说赵博生这小子他妈也怪了啊，跟共匪打，连吃败仗，掉头跟国军打，跟狼似的嗷嗷叫，3道风球全他妈冲过去了。要说这小子也算条汉子。最近风声可紧，你说话小心点儿。关我啥事儿啊？就凭你刚才说这句话，我说让宪兵队听见了，就能把你抓进扔号里头去。去去，要抓我，那得有个罪名吧？赞美叛军，同情共党，赞美抗日，还不够啊？抗日也算罪啊？老头子主张是养外必先安内，一切与委员长相左的看法都视为罪过。更何况你又擅自接受叶荣然的邀请，参加群众运动，我告诉你，枪毙你都够格了啊！这事只有你知道啊，别给我往外传。行，回去睡觉，快。哎，干啥呀？你仔细看看我是谁？你妈儿子。我跟你说啊，我不光是你的老乡，
我是国民党支部执行委员，我的任务是秘密监视二中队一切行为不轨的人，其中一个就是你。你说的是真事儿啊？还信不信？回学校去。睡吧。往后跟你在一块儿，连说梦话都不敢了。干什么？有你说话的地方。哎，长官，哎，我跟你说，我哥离家7、8年了，一直没跟我们联系过。别让他说话！我不是共产党，逼我！放开我！你放开我！干什么这是？这干什么呢？把人放了！你想干什么呀？我想告诉你，中国空军至高无上。狗屁！你再动一下，你试试。我认识他，我认识他。再动！王队长，王队长，他新来的，别跟他一般见识啊！王队长，德高，我不是共产党，我是。放开我！别跟他一般见识，他是新来的啊！王队长，这沈以勤是不是搞误会了？回去。完了完了完了，沈以勤就快完蛋了。他谁啊？宪兵队长毛甲米，毛帮初的侄子。哎，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那个沈以勤和他女朋友约会的事吗？啊，实际上不是，是他哥秘密约会了他。他哥谁啊？红军的一个营长。如果分析不错的话，他哥这次来，可能跟赵博生起义有关。你咋知道的？他把他和他哥谈话内容都告诉我了，而且他还帮他哥引荐了赵博生的副官。那沈以勤他是共产党吗？应该不是，我还算了解他。可是宪兵队的人不会相信他。是你告的密。我有责任和义务监督大家的一切。我做我该做的事，我不后悔。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说老同学，我真没想到啊，你他妈靠这个混饭吃！呸！高志航，把门给我开开！你开开，你听见没有？啊！高志航，你听见没有？你知道你把谁关外面了吗？我告诉你啊，我马上要当中队长了。长官有话，全体起立。今天是元旦聚餐，本队长借此机会宣布一项命令，任命李贵东为驱逐机第5大队第2中队队长。谢谢长官提携。还有一个处分决定：高志航目无军纪，擅自参加南京学生反政府示威活动，总队决定记大过处分，停止飞行3个月。是。坐。来吗？可以了。酒满上了。马上，马上了。晚上吗？酒满上。咋的？我祝贺一下我。有了。谢谢啊。
没事儿，来，谢谢啊，老高，杯子都端起来。哎，别闹啊！我又没当大队长。那我们也得恭喜你，为抗日受处分，那是殊荣。对。行，谢谢弟兄们。来，碰一个吧。谢谢啊。你俩过来啊！交代你俩一句话，这是总队长说我是猴。这次杀猴给鸡看，小兄弟都注意点。我，来，二那个怕吗？不怕，上天不怕，怕这个。来，红军万岁！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美光，还有那漫山遍野的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就一把，就一把。别吵了！你，桂东，还有你，都给我出来！